这一波碰瓷首付许了500两，等会儿叫一声诈尸就跑路。你是谁？我的儿啊！本座为何在此？嘘，死鬼按规矩排队。我是你诈尸界的前辈，等我诈完你再诈。阿银，别丢下我！我的500两银票！你到底是什么妖怪？老娘500两银票被你榨成渣了，还有这条街的账算谁的？本座不知。120两，把我卖了也赔不起啊！喂，大个子，力气挺大是吧？长得也挺好看是吧？嗯。对，多扔点，这位公子哥单身未婚，力大无穷。120加200，320两，320两！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炸了我的棺材，毁了我的500两，又拆了半条街。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欠债打工人。这里还有面粉。别以为这样就能赖账。包吃包住，月薪3文，管终生养老，工伤自负，逃跑双倍赔偿。完美，比京城最好的壮士写的还完美。来，大侠，按个手印儿，包吃包住，月薪3文，管终生养老。本座为何要钱？你自己看着办。刚才你那一巴掌打碎了3家铺子，官府要抓我下狱啊！你忍心看我这一个弱女子替你坐牢吗？不许哭，本座保护你就是。什么？来，庆祝签约成功！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好好干活，有肉吃。从今天起，你欠我的320两，慢慢还。320两，慢慢还。
早啊，打工人！今天开工别想偷懒。走了。今天的任务，先把昨天被砸的摊子重新支起来，然后去聚仙楼找谢首富。胸口碎大石这4个字得写大点。昨天那几个姑娘就冲这个扔银子的。这块地盘归我了，谁也别跟我抢，我这可是有代价的。昨天那条街就是是我旁边这位炸的。沈姑娘，是谢首富，那是首富公子。别来无恙。谢公子，我的榜一大哥，什么风把您吹来了？有活吗？有大活吗？1、2、3、3、4，谢公子，这得有好几10两吧？不多，区100两黄金，只是定金。我府上近日有狐妖作祟，只要沈姑娘出马，这箱金子全是你的。成交！什么狐狸精、黄鼠狼精，包在我身上。谢公子，你就等着瞧好吧。他答应了，你可以走了。这位侍卫兄弟，力道不小。谢公子慢走，今晚我就去府上捉妖，金元宝先收下了，不退不换。嘿嘿嘿，100两黄金，100两黄金，这得买多少个包子？大户人家就是不一样，连看门的狮子都比我那个破庙值钱。积善之家，必有余财。看见没？连管家都知道这花园不对劲儿，越不对劲的地方越有活干。走，进去。你左我右，包围这棵树。狐妖肯定藏在上面，我刚才听到他叫了。大姐姐别打我，我只是太饿了，偷了厨房2块糕点。哎呀，原来是个偷吃的小妖啊！别哭了，别哭了。姐姐是好人，不抓你。妖就是妖，当诛！诛什么诛？小孩子吃你家米了，收剑！喏，姐姐请你吃，可比谢府的厨房好吃多了。我特意在张记买的。他怎么了？天界的禁制附在妖身上，要杀你。天界的禁制怎么会出现在凡间？喂，小家伙，醒醒！刚才那是什么东西？怎么突然就发疯了？天界的禁制不是魔族的东西，天界的禁制不可能无缘无故出现在凡间小妖身上，而且这个符文不是普通的禁制，
是锁魂印，用来封印记忆的。有人不想让他记得某些事。万年前，本座见过类似的禁制。刚才干得不错，奖励你半个馒头，别嫌少，这可是我今天早省下来的。行了行了，一个冷馒头又不是什么山珍海味，等这单生意再完，姐请你吃聚仙楼的烤鸭。小叶，如果有一天你记起所有事，发现自己有一个很恨的人，你会怎么做？高，那个名字，阿英，本座在梦里听过。梦嘛都是假的，早点睡，明天还要去谢府复命呢，100两黄金可不能退。谢了，下次不用给我盖，你自己穿，着凉了谁给我打工？姐姐，我饿了。3个肉包子，最大的那个给小家伙。你的太小，不够。你自己吃，我减肥。好。小家伙，你还记得自己叫什么名字吗？名字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自己很饿，走了很远的路。我叫沈妍妍，以后你就叫小七，是我捡到的第7个，前6个嘛，都是猫猫狗狗，你是第一个会说话的。小七，我叫小七。完美！我沈妍妍的团队高冷保镖1名，打工小胡1只，阵容强大。你刚才是不是笑了？是不是？我看到你嘴角动了，是不是笑了？臭丫头，敢在老子的地盘摆摊儿，交了保护费没有？没交钱还敢挂3块牌子？弟兄们，给我砸！打扰本仙做生意，罚款10两，剩下的嘛，就当是刚才吓到我妹妹的精神损失费。那个图案我见过。喂，你怎么了？头疼。姐姐别碰，那块牌子上有很重的血腥味。没事，姐姐不怕血腥味。姐姐是捉妖的，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那是魔族的令牌，收好，不要让别人看到。你发烧了，烫的能煎鸡蛋了。你帮姐姐看着摊子，有人来算卦就让他等一下，有坏人来就喊张大爷会帮你的。姐姐带这个不省心的打工人回去休息，马上就回来。阿姨，别走！你不要嫌弃，不要丢下我。
个冷馒头就值1滴神血，这买卖亏大了。小叶，别恨我，我不是故意骗你的，我只是……大哥哥，你吃。姐姐睡着了，我帮你剥皮。大哥哥，大哥哥，你记不起来对不对？但你心里已经知道了。你知道姐姐不是普通人，你知道她为你做了什么。本座道他骗了本座，但本座不知道为什么他不告诉本真相。因为他怕说出来，你就不会让他继续做那些事了。他怕你阻止他，他怕你宁愿自己死，也不愿意他为你付出代价。大哥哥，有些人就是这样，他们宁愿被误解，被当成坏人，也要把最危险的事自己做掉。姐姐就是这样的人。他怎么样了？他很好，在睡觉。你知道了，关于他是谁，关于他为你做的事。8年前，他也是这样，一个人在诛仙台上，把所有的痛都自己扛了，站在9重天上看着，什么也做不了。这是培元丹，他醒来后让他服下，不必告诉他是我给的，就说是你买的。叶无咎，这一次不要让他再一个人扛了。那个叶无咎，谢谢你的袍子。不必，你救本座，本座照顾你。今晚谢府赴约，本座陪你去，别想一个人。姐姐刚才在梦里喊了小叶哦。好了，精神多了。今晚去谢府赴约，100两黄金还没到手，不能让人看扁了。小七乖，姐姐很快就回来。到时候给你带聚仙楼的烤鸭1整只，这个你拿着。明天早上自己去张大爷那里买包子，记得找零。张大爷有时候会少找1文钱，你要数清楚。沈姑娘，请入座。今晚略备薄宴，一是为昨晚的惊扰赔罪，二是提前庆祝捉妖成功。谢公子破费了，不过捉妖嘛，等捉到再庆祝也不迟。谢公子，咱们先说好，今晚是来捉妖的，酒可以喝，但不能耽误正事。狐妖在哪儿？有没有什么线索？不急，先用膳。线索就在这杯酒里。别喝。没事，谢公子的酒不会有毒。好酒量，这杯酒是赔昨晚的惊扰。阿星，真的是你。别怕，有我在。谢长醒，求令你放了什么？行散是破风路，能让被封印的神力短暂显形。对不起，阿叶，朕必须确认是你。是，我是阿信，万年前在诛仙台上自碎神格的那个阿信。但万年前的事我不想再提了。你确认了是我，但我现在只是沈妍妍。好，不提万年前，今晚只谈捕捉狐妖。白衣女人银杏树子时哭声，听着像典型的怨灵作祟。
不过昨晚我们在银杏树下只碰到了小七，难道这府里不止一只妖？就在这府里，后院银杏树附近，每晚子时都能听到女子的哭声。管家去看过，什么也没找到。但有几个丫鬟说，最近半夜在回廊里看到一个穿白衣的女人一闪而过。3万两白银买下的前朝王府，这条密道是前朝末代王爷用来藏逃命路线，我买下来后没怎么用过。直到最近，密道尽头通往后花园银杏树的位置有东西在里面。我走前面。行，你走前面，我走中间，谢湘子殿后，专业的捉妖团队标配队形。这石壁上刻的不是普通的装饰花纹，是上古封魔罩。前朝末代王爷修的不是逃命密道，是封印通道。是镇压。3万两买下宅子时，前仆人告诉我，银杏树下埋着不该被挖出来的东西，我以为只是风水不好。下面有魔气，很淡很旧，不是活物。有人来过，最近这锈是今天才被擦掉的。这就是你说的狐妖，它看起来更像是被困在这里的。1、2、3，你们不是来杀我的。我被困在这里1300年了，前任主人把我封在此处，让我镇守银杏树下埋着的东西。后来银杏树越长越大，根系挤碎了封魔阵，我可以离开这座地宫了，但我不能走，因为银杏树下埋的东西已经开始醒了。我若离开，它便会出土。那东西一旦重现人间，凡间会很多人镇守。这不是普通的魔族碎片，这是万年前魔尊业务劫被封印时，深渊崩裂散落人间的魔狐碎片。本座认得这块碎片，万年前本座亲手将它从自己胸口撕下来。小叶，不要碰！你刚恢复不能作用，魔核碎片会吸走你的魔气。他在这里被封印了1万年，每一分每一秒他都在承受封魔罩的灼烧。这是本座的碎片，他在疼。神仙是我，哭声之前谁也不能碰。也就是说，你在碎片磨损了封魔阵。我的妖力已经封为体内的时候，封魔咒就会在我体内反噬。好啦，总结一下今晚的成果：第一，我不是普通人；第二，他是魔尊；第三，银杏树下埋着他的魔核碎片，还有一只被困了1300年的狐妖在镇守。谢公子，你这宅子比京城任何一家茶馆的说书故事都精彩。本座说了不去，但没说不管。夫赛对系长封印，本座只是每隔7日来一次加固封印。用你自己的魔气去封印你自己的魔息碎片，你知道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每次复间封印都会吸走你一部分魔气，你刚恢复，身材美美好利索。那就这样，每7日加固一次封印，直到找到办法。狐妖那边，等等，谢公子，狐妖替你镇守碎片1300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作为宅子主人，是不是该表示表示？你说。第一，树根挤碎的那几块封魔咒石板要换新的。第二，狐妖每夜子时被封印反噬，需要丹药止疼，不是显形散那种加了料的，是真的止疼丹药。第三，算了，第三我自己来。好啦，今晚收获不小，确认了身份，找到了碎片，还交了个狐妖朋友。谢公子，你这宅子以后有什么捉妖业务，记得给你打折。沈姑娘，不，阿音，以后有任何需要随时来谢府，不管是捉妖还是其他事。今晚说了太多真话，有点不习惯。以前骗人的时候编谎话张口就来，现在说真话反而觉得舌头打结。不过也好，至少不用再编故事骗你了。这小家伙，让他在庙里等，非要睡在门口。姐姐，我把铜钱数了3遍，没有少。你在画加固封印的符咒。狐妖的妖力不够，你的魔气不能每次都往里灌。这张符咒是上古封魔咒的加强版，贴在银杏树干上，可以帮封印分担一部分压力。你的神力也在衰退，画这道符你耗了多少？不多，比上次为你的那滴血少。别问了，睡觉。下次画符前多吃2个肉包子就行，别瞎操心。东海珍珠1幅，南海找2株，天山雪莲3朵，长白山老参。别念了，
不是去下拼，是去答谢。姐姐，外面有好多红箱子，还有上次那个很好看的大哥哥。谢公子，一大早的什么风把您吹来了？来就来嘛，还带这么多箱子，这些箱子是送我的吗？东海珍珠，南海珊瑚，天山雪莲，长白山老参。昨晚说好的，第一条修地宫封印石台，第二条给狐妖的丹药。好东西，修装印石台需要珍珠粉混入封魔罩，这些珍珠够用了。珊瑚可研磨入丹，雪莲和老参给狐妖补妖力。还有，这箱子最底下压了一盒桂花糕，张记的，刚出锅，给你的。谢公子，你这人做事就是周到，连我喜欢吃张记桂花糕都打听清楚了。你一大早出去就是为了摘这个？摔死了，不过比珍珠管饱。好了，说正事。谢公子，这些材料和丹药我带狐妖收下。今晚子时之前，我带小叶去谢府。对了，这张封魔符是我昨晚画的，贴在银杏树干上，能帮狐妖分担一部分封印压力。你等会儿回去的时候先贴上，别贴歪了，要正对着地宫石台的位置。你的符咒笔迹和万年前一模一样，每一笔都还记得。培元丹不是加了料的，给你自己。万年前朕没能为你做的事，这一世至少让朕做这些。姐姐，你脸红了。胡说，是太阳晒的。吃，不吃早餐没力气加固封印。你的太小，不够。包子还是张记的好吃，下次别摘野果了。虽然那颗红的确实挺甜。你脸又红了。出发。今晚任务去谢府加固封印，小七看家，有坏人来就躲床底下数铜钱。我也想跟姐姐去，我还没有见过地宫里那个狐妖姐姐。下次带你去，今晚是干正事，不是去玩的。乖乖看家，明天给你带2个肉包子。今晚任务清单：第一，把符纸贴银杏树干上；第二，下地宫补封魔咒石板；第三，把丹药给狐妖，让他服下止疼；第四，加固封印你自己来，我在旁边盯着。清楚没？好了，贴正了。这张符能帮狐妖分担3成封印压力，你等会儿加固封印的时候也能轻松些。张记的桂花茶不是加了料的，今晚加固封印，先喝口热的暖暖身子。封印磨损的比昨晚更快了，符文都开始掉粉了。我们来预约了，修封印石台，加固封印，还有给你带了止疼的丹药。1300年了，除了前任主人，你是第一个给我带丹药的人。效果不错，比昨晚精神多了。以后每7天我给你带1瓶。我炼丹的手艺止疼还是管用的。这些碎石板得先清理，我来搬。狐妖你稳住树根，别让它再挤石台。多谢3位，封印稳定了，至少可保百日无忧。别姓那么大力，你守了1300年，我们做这点事儿是应该的。以后每7天来一次，你负责稳住树根，小叶负责加固封印，谢公子负责搬石头，我负责监工。小叶，万年前你在深渊边缘种过一棵银杏树，你说银杏活得久，能替你看很久的人间。本座不记得了，但你说有，就一定有过。现在这棵不是那棵。封印稳了，狐妖不用再扛了，这棵树也能继续站在这里，替你看没见过这么大的人间。万年前那颗银杏是我批的，这一颗谁也不许碰。3张加强版封魔符，1张给狐妖加固封印，1张给小七防身，1张备用。那枣子还没熟，酸掉牙了吧？大
大哥哥，你背上的剑是第一次见，它很厉害吗？沈姑娘，今天包子刚出炉，趁热吃。李掌柜早，今天生意兴隆啊！这是加强版封魔符，辟邪保平安。顺便，如果哪天你遇到危险，姐姐能通过这张符找到你。婆婆好，算命还是看相？今日开业大吉，给您打8折。不是给你的，是给这孩子的。他命里有大劫，这2文钱压一压。之前姐姐给了你2枚铜钱，加上婆婆这2枚，4枚，以后不管去哪儿都带着。铜钱能压惊，符纸能防身，姐姐能找到你。劫不是命，是能被改的。不用去，你这不是被妖缠。不用去，死波可言，是被不干净的东西盯上了。这张符你戴7天，洗澡也别摘，7天后纸印消了再来找我，不收费。不在此财。有东西在附近。为了你，现在出铜以后再等他。小叶，他的独角是弱点。又要变了。你的剑1万年没出鞘了。这个光我见过。好险，幸亏你拔剑快，不然那团黑雾就喷到挂摊上了。刚开张第1天，可不能砸了招牌。这妖兽不是冲我们来的，他从桥下冲出来的时候，目标是小七。小七，你认识那只妖兽？你认识那只妖兽？但看到他的独角，我脑子里有个画面闪了一下，很模糊，像在做梦。没事，不管认不认识，他已经被你大哥哥一剑劈成渣了。走，收摊回庙，今晚加餐。沈姑娘，今天还剩2个包子，给你留着。留着，明天早上来拿。今天回去有事儿，不摆摊了。那个婆婆说我命里有大劫，还在想那个独角？那只妖兽是不是跟我的大劫有关？小七，姐姐以前也以为自己命里有个大劫，后来发现劫是劫，命是命，劫能被改，命能被自己挣回来。你看这算盘，珠子不管被拨多远，只要还在算盘上，就能滚回来。你也是，姐姐和大哥哥都会帮你。姐姐在削什么？新簪子，旧的那根快断了，这根是用枣树枝削的。咱们门口那棵歪脖子枣树比我还结实。最后一张备用符，下次再去谢府之前，我再画3张。放心，够用。小七别怕，姐姐在。
半夜3更不睡觉，跑来河边洗手。水里的残片你用魔气消掉了，跟上次在地宫削小七脖子上的禁制一样。为什么不叫醒我？你在睡觉，不想敲醒你。愣着干嘛？回去睡觉。明天还要去谢府加固封印，这是第7天了，你忘了？小叶，以后半夜出来清理残片，叫上我。你的魔气白天已经耗了不少，再这样下去，你也会疼。你不也在疼？画符的时候、喂血的时候，你也没叫本座。明天开始，外袍你自己穿，我不用你每次半夜都给我盖。同样前数了4天。大哥哥又早起出去了。大哥哥在画什么？昨晚水里残片上的封印，画下来给他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画这一笔，就是看到那里空着，觉得应该有一笔，脑子里有个画面，很模糊。这一笔是上古封魔招的收尾式，万年前就失传了。小七，你怎么会画？我不知道，姐姐，我真的不知道，就是脑子里有个画面闪了一下，像在做梦。不是在做梦，那些画面是真的。小七，你认得的那个阵法？走，去谢府。地宫里那个狐妖被封印了1300年，他一定知道些什么。谢公子在不在？我们要下地宫找狐妖，出事了。怎么了？我画的，但今天早上他在小叶画的阵法图上添了一笔。是你画的？收尾式。桥下那只妖众，他头上的封印和小七后颈的锁魂印是同一个阵法体系。这张符，他不是冲我们来的，是冲他身上的天界禁制来的。魔咒的收尾式是我教他的，1300年前我亲手教给我妹妹，那时候她还很小，刚学会化形，狐儿都收不回去。她是我妹妹，她后颈那道烙印是天界抹去她记忆时留下的。姐姐，我想起来了，她是我姐姐。她教我画符的时候，也是在地宫里。她说封魔咒的收尾式是我们家族的血脉记忆，永远不会忘。你一直都没忘，那个烙印只是把记忆锁起来了，现在你把它打开了。1300年，你长大了，比我最后一次见你的时候高了很多。万年前我未能阻止天界抹去他的记忆，这一世至少让他们团聚。一个找回记忆，一个找回妹妹。沈姐姐，你怎么又哭了？好了，大喜的日子不能光哭，咱们把正事理一理。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1300年前，天界4大天王降临狐族，他们说狐族私藏了魔核碎片要搜查，我母亲拒绝了。4大天王以通魔为门下了灭族令，母亲将我封印在此，让我用妖力镇压碎片。我妹妹太小，母亲只能抹去她的记忆，送她逃走。我以为她早就……直到今天，1300年前，你在哪儿？那时天地正在闭关，4大天王是奉了天界长老院的密令，但无论如何，那是天界的命令。他们打着本座的名义屠了狐族，魔狐碎片是本座万年前亲手撕的，与狐族无关。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小七是我妹妹，你也是。这3张符够你用3周，以后每7天加固封印时给你带新的。你不问我怎么选，我不能离开地宫，但我妹妹……小七跟我住。等封印破了，我带你出去，让小叶给你当保镖。他胸口碎大石的招牌还在呢。我的符纸和你的戒指是相通的，以后我每天睡前摸一下符纸，你就能感觉到我。1300年看天界欠狐族的，朕会还。
你把馒头给了狐妖，那是你省下来的。沈姑娘，今天包子有剩，给你留了2个。明天来拿，今天回去给小家伙做饭。大哥哥，以后我还能见到她吗？我姐姐。能，每7天。慢慢画，收尾是你姐姐教了你一次，你就能记起来。现在自己多练几遍，以后就能帮姐姐画符了。今晚我自己拿，不用你半夜起来给我盖。姐姐，收尾是我画了一半，明天接着画，睡吧。外袍，你拿了？每次加固封印你都是傍晚才来，今天一大早就在树下站着，有心事？不是心事，小七找回记忆了，狐妖找到妹妹了，你那地宫封印也稳了。上古封魔咒全卷，万年前你放在神界藏经阁的那本，这回天剑来，上面这每一页都有你的批注。小七学识狐族的，欠你用这本。长老园那边没有为难你？为难又如何？大哥哥，你今天加固封印的时间比上次长了，是不是累了？小七，过来，姐姐给你教你收尾式。这本古籍里有一整章专门讲正法收尾图，前蹲半天了，以后你照着练。这本书每一页都有你的批注，写了10000年。边角料不做衣服留着也是压箱底，给你妹妹做件新衣裳。李掌柜，你这可是绸缎的镇店之宝边角料，谢了谢了，回头不用，给你算一上次那张符管用。沈姑娘，今天的包子给你留了3个。账上月底一起结。收尾是第3期。累了就坐下歇会儿。今天来算卦的人少，不用一直站着。上次加固封印回来，你在庙里画符；这次加固封印回来，你在桥头画符。小叶，以后每7天加固封印回来，我都给你画一张符，不是封魔符，是安神的。你今晚睡觉的时候贴在额头上，能少做噩梦。本座不做噩梦。那就贴在小七的符纸旁边，反正画都画了。姐姐，你看，收尾式我画完整了，和我姐姐教的一模一样，漂亮，比你姐姐第一次教你的时候画的还好。这张符留着，下次去地宫带给你姐姐看。姐姐，这是新衣服，给我的。对，明天穿上去地宫让你姐姐看看，她1300年没见你穿新衣服了。给小七买了包子，给狐妖画了符，给你贴了安神符，荷包又空了，但账是平的，赚了。小叶，你还记不记得万年前你在深渊边缘种那棵银杏树时候跟我说过一句话？你说银杏活得久，能替你看很久的人间。我说那我就陪你一起看。后来那棵树被天雷劈成了揪炭，我以为那句话不算数了，但今天站在那棵银杏树下，我才发现那句话一直算数，只是换了人间。没换的是你还在，我也还在。欠你的500两，这辈子还不清了。算了，不用还了。明天早上去张记吃包子，你请客，用你上次在青楼门口被砸的那块碎银，我帮你收着呢。收尾式我画完了。我懂了。怎么了，姐姐？昨晚我半夜醒了，听到有人在唱歌，不是用耳朵听，是用这里。那个声音很轻很轻，像是在叫我的名字。不是姐姐的声音，也不是地宫里姐姐的声音。符纸没反应，说明不是魔物。狐妖同族之间偶尔能通过妖力感应彼此。石桥那边除了河水和骨片，还有别的狐妖吗？昨晚又画符了。追踪符加强版。上次那只妖兽是冲小七来的，我给它加了定位追踪，再有妖兽靠近，符纸会自动感应。还有小七的妖力感知范围我扩大了1倍，以后它听到什么声音，符纸也能同步追踪。现在听不到了，那个声音只在晚上有，很轻，像是在哭，但不是害怕的哭，是想家的哭。沈姑娘，今天河面上不对劲儿，鱼都浮上来了。我在这撑了40年船，从没见过这样的。是不是水里有什么东西？水底下那块碎片，上次那只妖会被这个公子劈碎以后掉进河里的那块，昨天开始冒泡了。
你上次半夜来河边，是不是也是这样消掉的？骨片在冒泡，封印消了魔气，但碎片还残留着微弱的妖力共鸣。小七听到的歌声，可能是妖力共鸣传到他符纸上了。不是坏事，妖力共鸣说明骨片的主人还活着。小七听到的可能是残留的记忆碎片，他在想家，但我们需要在他引来更多妖兽之前把它处理掉。今晚是第7天，得去谢府加固封印。我顺便把追踪符给狐妖，都是狐族，他比我们更清楚那是什么。河里的骨片也得清理。今晚加固完封印，小叶陪我去河边。你用魔气净化，比一个人偷偷去强。我能一起去吗？我想听清楚那个声音。如果真的是同族在叫我，我想知道他是谁。行，但只能在河边站一会儿，不能下水，不能碰骨片。听到什么立刻告诉我。石桥下那块独角残片昨晚开始冒泡了。小七听到了狐妖的歌声，你看看这张追踪符，这道妖力共鸣不是普通狐妖，是九尾白狐，万年前就灭绝的狐族王族血脉。我母亲就是九尾白狐，那块残片的主人是我母亲。1300年前天界灭族时，我母亲是狐族族长，她把我封印在地宫之后，自己留下来对抗4大天王。我以为她早就，但现在看来，她可能只是被封印了。那块残片上的妖力是母亲留在世上的最后一点痕迹。小七听到的是母亲的记忆碎片在唱歌，这个戒指也是母亲留给我的，和残片上的妖力同源。那不是哭声，是她在叫我们回家。10000年了，神女能转世，魔尊能复苏，九尾白狐的血脉也没断绝。也许是你母亲在用最后的妖力告诉你，她还活着。朕会派人去查天界卷宗。狐族被灭宗时，有些族人被封印而非被杀。如果残片上的妖力真是狐族族长的，他可能还活着。今晚加固完封印，我们去河边清理骨片，用追踪符确认妖力来源。小七，你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符纸会同步追踪。如果真是你母亲在唱歌，这张符能帮我们找到她。但不管找到什么，今晚先别下水，在你和你姐姐都安全的前提下，我们再决定下一步。姐姐，我听到了。他说让姐姐不要自责，1300年不是姐姐的错。他说他很想我们，让我们再等等他。符纸也记录妖力来源的大致方向，在城外。明天我们去城外找骨片，我收好了。昨晚追踪符锁定了妖力来源，在城外西北一座荒废的神祠。谢长玄查了卷宗，那座神祠万年前供奉的是九尾白狐一族，小七和狐妖的母亲可能就封印在那里。快了，符纸越来越烫了，就在前面那座山丘上。以九尾之血封王族之魂，这是狐族王族专用的封印阵，和地宫里镇压碎片的封魔咒同源，但更强。姐姐，我听到了，不是唱歌，是呼吸声，在地下很深很深的地方。此词非词，乃封印也。封印不是被人从外面打破的，是用布阵者自己的血脉从内部维持的。这封印还活着，这就是封印入口，和地宫里镇压碎片的阵法一模一样。封印是从内部被撑裂的。小叶，你感应一下有没有魔气？没有魔气，只有妖力，很古老，很纯粹，和狐妖戒指上的妖力同源。这个封印是认血脉的，只有九尾白狐的王族才能打开，但他也认出了我。万年前神族和狐族是盟友，他记得我的神力残留。九尾白狐，狐族王族，他还活着。母亲，姐姐还活着，她在地宫里守了1300年，我们都在等你。 1300年前，他把自己封印在这里，用九尾血脉之力镇压了什么东西。封印不是从外面打破的，是他自己从内部封印了自己。他用沉睡维持封印运作，一旦醒来，封印就会失效。被镇压的是什么？
魔邪碎片的另一半。谢府银杏树下那块碎片，是你万年前亲手撕下来的，另一半在这里。九尾白狐用1300年的沉睡把它镇压在神祠下面。谢长恒说狐族被灭族是因为碎片的通魔，不是通魔，是狐族主动持担了一半在神祠。整个狐族都是封印的守护者，如果2块碎片同时激活，深渊会再次裂开。当年封印你的裂缝就是碎片共鸣打开的，狐族用血脉把2块碎片永远隔开了。这张追踪符留在这里，以后你每天睡前摸一下符纸，就能感应到母亲的回应。总有一天她会醒来。母亲，我和姐姐会经常来看你的，你要好好睡觉。等你醒的那天，姐姐做的烤鱼可好吃了。还有大哥哥话很少，但他会保护我们。母亲的手指刚才是不是动了一下？是戒指在回应你的符纸，他感觉到了。找到了，城外西北一座座荒废的神祠下面，你母亲在那里，她还活着，用水水晶棺把自己封印在神祠地宫里，用沉睡镇压魔核碎片的另一半。1300年，我以为她早就……现在你说她还活着，她还活着。姐姐，你看，母亲戒指上的光和我的符眼是同步的。她虽然睡着，但能感觉到我们。她说让姐姐不要自责，1300年不是姐姐的错。姐姐不自责，姐姐只是很想她。你说母亲在镇压碎片的另一半，2块碎片一旦同时被激活，深渊会再次裂开。下一步该怎么阻止？有人在同时激活2块碎片，不是同时，是先后。谢府在附近先刺那块碎片的后，然后朝刀共鸣，极快速配。所以妖兽不是独角残片，就是妖兽体内残留的碎片下游器。那母亲会有危险吗？有人想同时激活2块碎片，重新打开元神渊裂缝。那母亲会有危险吗？不会，母亲是9尾白狐，她封印自己就是为了守住碎片。现在我们知道她在哪儿，该我们保护她了。卷宗记载，灭族令的真正原因不是通魔，狐族族长拒绝了长老院，将2块碎片都交给天界。他宁可被分。长老院要的不是封印，是激活碎片打开深渊。有些神族不希望和平，狐族拒绝了，所以被灭了族。本座万年前亲手撕碎魔核，就是不想让它再被利用。天界长老院，他们要的不是魔核，是本座的命。长老院要的不是碎片，是你。万年前没能杀死你，现在想用碎片共鸣重新打开深渊。你的命，他们惦记了1万年。谢公子，长老院若要同时激活2块碎片，他们会怎么做？他们需要2样东西：第一，碎片的精确位置已通过妖兽感应到了；第二，激活碎片需要9尾白狐的王族血脉之力。母亲把自己封在神祠下面，用血脉封住了碎片，让任何外力都无法激活。只要她还沉睡，长老院就永远无法同时激活2块碎片。符纸快用完了，明天白天摆摊赚铜钱，晚上画符补库存。狐妖，我给你的那本古籍收尾式那章背下来了没？背下来了，每天晚上打坐都默一遍，只是一个人默了太久，不知道默的对不对。对，你母亲戒指上的光和你默的节奏一样，她听到了，每一遍都听到了。给张大爷留的，上次他说最近总是半夜惊醒，这道安神符管半个月，半个月后我再来画一道，算他每天给我们留包子的利息。河里的骨片都被大哥哥收走了，今晚河水很安静，没有唱歌的声音了。骨片收在庙里。最后一张，今晚先画10张封魔符补库存，明天一早去集市买符纸。小七跟我去，让你大哥哥看摊。姐姐，明天我能先去地宫看姐姐吗？我想告诉她，母亲戒指上的光和她墨的收尾式节奏一样。行，明天让小叶陪你去地宫，我在挂摊等你们，顺便赚铜钱买符纸。今晚早点睡，别又偷偷爬起来画符。符纸画完了，10张，明天给你姐姐带2张新的。骨片7块都在。新到的货比上次那块边角料好，给你妹妹做件。李掌柜，绸缎先放这儿，今天挂摊不营业了。奉天界长老院首令，凡间女子沈妍妍涉嫌大人有何贵干？窝藏狐族余孽，伪造天界封魔符咒，即刻随本将回天界接受审问。若有抵抗，格杀勿论。小叶，别动手。他们有8个人，打起来这条街又得赔。上次你萧平半条街的账还没还清，我跟你们走。3个条件：第一，
别碰我妹妹。第二，别碰那个穿黑衣服的，跟我一起去。第三，别碰我缠面干，他不是魔族，是我欠债打工人，月薪3文，没有他跟着我不习惯。不用你带，我自己来。小七，挂摊交给你了，符纸晾干了就收进竹筒里。晚上去张记吃包子，算大哥哥账上。姐姐去天界出个短差，很快就回来。还是张记的包子好吃。小七，帮姐姐看着摊子，晚上记得收进去，别让夜风吹坏了符纸。1万年了，九霄云殿还是老样子，连这块缺角的石板都没换。当年我神格震碎的，长老院说要留着当反面教辅。本座第一次来这里，1万年前你在上面受审的时候，本座在深渊底部。那次判我自碎神格，这次他们想判什么？把你的魔核也碎掉。不过别担心，我有经验，被审过的比没被审过的难对付。被告沈延妖，万年前因私放魔尊，致使深渊失控，已判自损神格。如今私藏碎片，窝藏余孽，伪造符咒，3罪并当诛。不是我私藏的，狐族用血脉之力镇压了1300年，狐族不是余孽，是灭族令的受害者。封魔符咒是我画的，每一张都是万年前嵌金阁里的正版封魔咒，不是伪造，是你们自己10把收尾式弄丢了。封魔咒收尾式确实是被天界弄丢的，卷宗记载，狐族族长拒绝的是交出碎片，不是拒绝搜查。灭族令的理由是伪造的。不管灭族令是否有瑕疵，他窝藏的魔族余孽就在身后。魔核碎片是深渊的钥匙，今日审判结果只有一个，将叶无造的魔火彻底摧毁。你们说我伪造符咒，这道收尾式是天界自己弄丢的，1万年了，每次审判都在石头上留一道裂痕。1300年前的灭族令是老夫签的字。那你欠狐族1300条命，今天这场审判，该被审的不是我。这副镣铐上刻的是封魔咒，万年前我发明的咒法，被你们用来锁我也好，证明我的封魔咒是真的，不疼。比起万年前碎神阁那一次，这连皮外伤都算不上。那次本座不在，这次本座在。既然灭族令是伪造的，那我窝藏狐族余孽的罪名就不成立。狐族不是余孽，是天界冤案的受害者。至于魔核碎片，那不是私藏，是狐族王族用血脉之力镇压了1300年。天界欠狐族的不是审判，是道歉。六，你说我窝藏魔族余孽，他不是余孽，他是万年前为了封印深渊亲手撕碎自己魔痕的人。你们判了他1万年，但他1万年前做的事和狐族族长1300年前做的事一模一样，用自己的命换3界的安稳。万年前深渊之战，魔尊叶无咎并非被神族击败，是他自己撕碎魔痕，以魔痕碎片封印深渊裂缝。是长老杨老院克莱阴阳隐瞒着这段记载，是老夫签的字。灭族令隐瞒深渊之战真相，还有伪造被告沈妍妍的罪名，老夫愿承担全部罪。你的罪责不是伪造罪名，是让狐族1300条命替你守着本座万年前就该自己面对的魔袭碎片。你欠的不是本座，是他们。复狐族名誉，撤销对叶无咎的一切追杀令。万年前他撕错魔痕封印深渊，不是神族的敌人。老夫愿接受一切惩罚。当年下令灭族的不止老夫一人，背后还有一个从未留名的受益者。那道命令真正的来源是更深的地方。这道旧裂痕不是审判留下的，审判石是万年前神族用深渊陨石打造的，能在这上面留下裂痕的，只有比神族更古老的力量。那道裂痕是老夫接任首席那一天留下的，距今12000年。那一天，老夫听到一个声音，从深渊底部传来的，比神族更古老的存在。他说，魔袭碎片终将回归深渊，神族和魔尊的命都是他的祭品。2000年前，比神族更古老的存在，所以灭族令不是你自己想签的，你怕他。你怕他通过2块碎片的共鸣重新打开深渊，你以为只要魔狐被毁，他就永远出不来。但狐族族长知道，毁掉魔狐只会让深渊彻底崩塌，所以你被拒绝了。你签了灭族令，你怕的不是狐族，是那个声音。他说的对，老夫怕的不是狐族，是那个声音。12000年来，他一直在深渊底部低语，有时远，有时近。
最近100年越来越近了。老夫以为只要魔湖被毁，他就会闭嘴，但狐族族长告诉老夫，毁掉魔湖，深渊就会彻底裂开。老夫不信他，老夫签了灭族令。现在老夫知道他是对的。道过，他在深渊底部，一直在。本座撕碎魔核，就是为了堵住他的嘴，用本座自己的命。既然真相已经大白，天界欠狐族的，欠他的，欠我的，今天该还了。天界长老院首席长老向狐族认罪，向魔尊叶无咎认罪，共前神女阿音认罪。今日起辞去首席之职，接受这一切惩罚。灭族令，狐族名誉今日正式恢复。叶无惧的一切追身令今日起作废。卷宗上已经记下了。1万年前，我在这座大殿上被判自碎神格。今天我自己走出这扇门，告诉他不用押了，我认识路。审判全过程，包括中央长老的供词，还有狐族灭族令正式撤销的敕令，朕已经签字了。等你签完，朕会把他昭告3界。还有一个地方需要签字，城外神祠地宫，让狐妖也签。他守了1300年，他的名字应该和他的家族一起被记住。走吧，回家。小七还等着我们吃包子呢。张大爷今天应该又留了3个。回去先算账。上次你被镣铐雷洪的手腕，本座还没跟长老院算完。不用算了，灭族令撤销，追杀令作废，狐族名恢复。这笔账，张胖子姐姐、大哥哥，张大爷说今天包子不要钱，他说天兵大将走了，今天算他请客。我感应到了，不是母亲，是天界。追踪符在告诉我，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和狐族有关，是好事。狐族灭族令今天正式撤销了，天界长老院首席长老认罪辞职，这是审判卷轴，上面还差一个人的签字，你的。签在这里。你守了1030年，你的名字应该和你的家族一起记住。姐姐签吧，签完了，母亲也能感觉到。1300年，你做到了。从今天起，狐族不再是被灭族的余孽。我替母亲，替整个狐族送上谢谢。不用谢我，是你自己守了1030年，我只是帮你把门打开了。母亲感觉到了，戒指上的光刚才多闪了2下，像在笑，是同一种。这杯茶，朕欠了狐族1300年，今天终于能还了。今天是个好日子，明天我要放假，小叶看摊，狐妖加固封印，小七画符，我要睡到日上3爻。培元丹够你用1年，以后每年来谢府取一次，这是朕欠狐族的，每年还一点。除了前任主人和沈嫣嫣，你是第3个给我带丹药的人，第1个以天帝的身份。骨片，你母亲当年留在妖兽体内的残片，共7块，本座净化过了。母亲在妖兽体内留下的残片，也是她最后的妖力痕迹。这些骨片，就当是她在这里陪我。小七，以后每年母亲沉睡日，我们一起在这里给她烧一炷香，等她醒来，带她来看银杏。母亲留了7片在这里陪姐姐，戒指上的光留了1片在神祠陪她自己。这样我们一家人不管隔着多远，都能感应到彼此。收摊了，收摊了！今天没赚几个铜钱，但赚了1卷金色卷轴，够本了。今天小七在谢府哭了2次，在地宫哭了1次。小孩子哭累了就容易睡着，明天让他睡到自然醒。你也哭了？没有，是银杏树上的灰尘进了眼睛。今天画的安神符，审判石上那些金色裂纹，你站上去的时候，我感觉到你的魔核在震，和旧裂痕下面的东西共鸣了。今晚贴着睡，能帮你隔开那个声音，至少隔开1夜。明天我再画新的。小叶，你说那次你不在，其实那次你也在。万年前我自碎神格的时候，你的魔气从深渊底部冲上来了，差一点就冲破了封印。我知道你在，所以我没怕。以后每一次都在。少说大话。明天早上去张记吃包子，你请客。上次在传送阵里说还没跟长老院算完的账，我帮你记着呢。小叶，别把包子给错了。没给错，最大的那个给你。长老的封印在水底，有人把天界长老的封印之力封在了河底。不是封印之力被封在水底，
是长老的令牌碎片被人打碎后扔进了河里，上面的神纹被魔气侵蚀过，不是本座的魔气，是更古老的那种审判时旧裂痕下面的东西。半夜3更不睡觉，跑来河边捞垃圾。上次是骨片，这次是令牌碎片，下次是不是要捞个长老出来给我看看？这是长老院的封印令牌，每一位长老都有一块，用来镇压被审判者的神力。中央长老应该还有另一块，一对，一块镇神族，一块镇魔族。这块上面有神纹被魔气侵蚀的痕迹，不是你的魔气，是更古老的那种审判时旧裂痕下面的东西。上面写的是以此令牌镇压深渊裂缝，署名天界长老院首席苍魔，就是中央长老。他把令牌沉在河底，是为了镇压下面的东西。但是碎片被打碎了，不是从外面，是从内部。什么东西从河底出来，把他的令牌打碎了。断口上的暗绿荧光和追踪符同源，追踪符是根据狐妖戒指上的封魔咒画的，令牌碎片上的荧光和魔核碎片是同一种。河底那个东西和银杏树下的碎片共鸣过，有人把长老的令牌打碎扔进河里，不是为了毁掉令牌，是为了让神纹镇压河底的东西。审判时下面那个声音，他不仅在深渊底部，他曾经在河底，现在已经出来了。这块碎片是他出来时打破的。本座感觉到了，在河底碰到那道荧光的时候，魔核碎片在共鸣，不是银杏树下那个块，是神祠下面那块。他在通过令牌碎片上的荧光找本座。他在找你，不代表他们已经消退了。他在河底的银宝典被你拔掉了，以后每天给你画安神符，加强版。他要找的不是本座，是深渊底部那块最深的碎片。本座撕碎魔核的时候，把它留在裂缝里，封住了深渊。他在找那块碎片，找到了就能打开裂缝，打开裂缝，他就能出来。先用这个顶着，加了3层收尾饰，隔音效果比普通版强。那个声音今晚应该吵不到你了。明天把令牌碎片拿给谢长贤，他是天帝，应该能认出碎片背那行字是谁的笔记。还有上次那边的封印，得提前加固。你留在庙里画符。一起去。上次审判你说了，以后每一次都在，这次也不能例外。今晚你自己穿，我不冷。河底那块令牌碎片，上面的神纹被魔气侵蚀了，但不是你的魔气，能侵蚀长老封印令牌的魔气，只有比神族更古老的存在。审判石下面那个东西，他在找碎片，他在找你，他在裂缝另一边等了你10000年，现在他知道你回来了。他在等本座回来，本座不怕他。他找个捉到，我神核早碎了。他先找到的一定是你，所以你得好好活着，别让他找到。明天开始，你的安神符要画3层。不是附体，是感应。他通过符纸3角和母亲戒指的共鸣，被拉进了神祠地宫的封印里。有人在那边激活了碎片。神女阿音，魔尊叶无绝，10000年了，你们让本座等了太久。你说你等了10000年，那就别占着小孩的身子。他母亲镇压了你1300年，他姐姐守了1300年，你等了这么久就学会了欺负孩子。小七，铜钱在你手里，4枚，1枚不少。姐姐能找到你，不管谁在你脑子里说话，把他赶出去。这不可能！姐姐，他说他不是来害我的，只是借我的眼睛看一看你们。他说他被困在深渊底部10000年了，很孤没事了，独。姐姐在，大哥哥也在。那个声音走了。他说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是天界的一部分，后来被神族从自己身体里剥离出来，扔进了深渊。小叶，你在深渊底部封住裂缝的时候用了什么？不是碎片，
是别的。一段记忆撕下来，缝了进去，用本座最痛的那段把它困在深渊底部。那棵银杏树是万年前被天雷劈成焦炭的那棵，本座的记忆里，那棵树还在烧。你把最痛的那段记忆撕下来封住了它，所以你不记得银橡树被天雷劈过，但你的魔核记得，每次加固封印时的冷汗，是那段记忆在封印另一边疼。5张，2张贴神祠，3张贴银橡树。那个声音能通过小七进来，他变强了。从河底出来后找到了新力量。天快亮了，先去谢府找谢长腾，令牌碎片背面的卧迹得让他认，然后去神祠加固封印。小七短期内不会再被找上，但以后睡前不止摸符纸，还得摸算盘。昨晚小叶从河底捞出来的碎片背面那行字，你看看是谁的笔记？这笔记不是长老的，是天界法典宣言最下众生平等4个字的笔记，但不是你，是刻那4个字的人，天界的开创者，第一任天帝，朕的师父，被神族从自己身体里剥离出来的天界的光明面。只有天界开创者的神力，才能让长老令牌自行发光。师父创造了天界法典，万年前他将自身光明面与黑暗面剥离，光明面留在天界，黑暗面被扔进深渊。他就是那个比神族更古老的存在，他不是敌人，是天界的一半。他在找叶无教，因为魔壳里封着师父的记忆。深渊底部流血的银杏树是师父光明面被剥离时留下的最后记忆，他想把它要回去。本座去还，那段记忆不该被封印在深渊，还了之后他会恢复完整力量。是敌是友不确定，所以还之前先把2块碎片的封印加固到最大。3张贴银香树，2张我带去神祠，谢和狐妖加固这边，谢公子用神纹配合。我带小七去神祠，中午石桥挂滩会合。算盘留在这里，他跟了我1万年，有我的神力残留。那个声音再来，算盘会替小七挡一次。去了神祠不要碰水晶棺，不要叫你母亲，不管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回答。符纸和戒指是相通的，如果感觉到他在叫你，先摸铜钱，再摸符纸，等姐姐回来。昨晚那个声音借了小七的眼睛，他说他以前是天界的一部分，他和你一样，被天界从自己身体里剥离，扔进了不该去的地方。你在水晶棺里沉睡了1300年，守住了封印。他在深渊底部困了12000年，被业务境最痛的一段记忆压着。如果他能完整回来，变回天界开创者最初的样子，也许有些封印不需要再守了，也许你可以醒过来了。姐姐，母亲听到了。和了2个女儿一起，她不是在回答你，是在回答那个声音。他们认识。他们认识，12000年前就认识。这张收尾式画的比我当年交给狐族族长的版本多了2道变体。你是阿音，万年前在藏经阁里翻遍封魔咒全剧的那个神女。12000年前，这枚戒指是我亲手打造，后来我送给了一个人，他说他会带着它，直到3界的封印不再需要狐族来守。昨晚我借着孩子的眼睛看了你们，今天我借另一双眼睛来看你们，我自己的。你不是昨晚那个声音，你是光明面，天界的开创者，第一任天帝谢长称的师傅。九尾白狐手上那枚戒指是你送的。昨晚你们在水晶棺前说的话，我听到了。你说如果我能完整回来，他或许可以醒过来，所以我来了，以完整的生态。你把自己从深渊底部拉了回来，黑暗面呢？还在下面。我借着叶无切魔玺里的记忆找到了回来的路，但黑暗面太重了，它承载了这万年来所有的愤怒和孤独，暂时还上不来。所以我来见你们，在他上来之前。他上来之后，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保持清醒。你是小七，狐族最小的后裔。你母亲带着那枚戒指走进神体的那天，我在深渊底部感应到了。我隔着封印看他躺进水晶棺，看他把戒指戴在自己手上。他说以此戒指为誓，狐族不灭，封印不破。造了那枚戒指，姐姐靠着它撑了1300年，我也靠着它找到了回家的路。不用谢我，
我只是造了戒指，是你自己找到了回家的路。狐族不灭，封印不破，你们做到了。但你被剥离之前，天界开创者为什么要给自己造一枚狐族的戒指？你不是造了一枚戒指送给狐族族长，你是造了一枚戒指送给了一个人，这个人后来成了狐族族长。九尾白狐，小七和狐妖的母亲。你送她戒指的时候，你们是什么关系？他是我的学生，13000年前，他刚化形，狐儿还收不回去。我在神祠废墟里捡到他，把他带回天界，教他封魔咒。那枚戒指是我送给他的成年礼。他说等他长大了要回神祠重建狐族圣地。我说等你回去那天带着这枚戒指，就当是我在陪着你。后来他做到了，重建了神祠，成了狐族族长，带着这枚戒指，替我镇压了被我亲手剥离的黑暗面。然后他被天界灭族，把自己封印在水晶棺里。那枚戒指他戴了13000年，我欠他的不是一句道歉能还的。母亲说戒指是狐族王族的传承法器，她从来没说过是谁送的，但每次她摸戒指的时候都会笑，很轻很轻的笑。这道收尾式可以帮你稳定光明面和黑暗面的平衡。你刚回来，力量随时可能还不稳，但在反噬之前，你可以用这道符维持清醒。你说你在他上来之前要见我们，现在见到了，你要我们做什么？我要你们帮我做2件事。第一，在我还清醒的时候加固封印，不是加固镇压碎片的封印，是加固当年我剥离光明面和黑暗面时留下的那道裂痕。那道裂痕就在审判石下面，被长老令牌镇压了12000年，现在已经松动了。如果不加固，等黑暗面上来，裂痕就会彻底裂开。第2件事，我想见他们，狐妖，还有他。我想隔着水晶棺看他一眼，13000万年了。我想让他知道，送他戒指的人回来了，哪怕只是光明面，哪怕随时会被黑暗面吞噬，回来了。走吧，我带你去见姐姐。她在地宫里守了1300年，除了我们谁也没见过。她笑起来和母亲一样，很轻很轻。沈姑娘，今怎么又多了个新面孔？这位公子也是你的打工人？不是，这位是来还债的，欠了12000万年的债。师傅，12000年了。长生，你长大了，比当年在藏经阁抄封魔咒的时候沉稳多了。朕欠你的，欠狐族的，欠3界的，今天开始还。你母亲带着这枚戒指走进神祠的那天，我在深渊底部感应到了。她躺进水晶棺之前说，以此戒指为誓，狐族不灭，封印不破。谢谢你，替你母亲守了1300年。母亲每次摸这枚戒指的时候都会笑，现在我终于知道她在笑什么了。她不是在对着戒指笑，是在对着戒指另一边的人笑。封印加固完成，2块碎片都稳住了。正好，他需要加固的不是碎片，是审判石下面那道裂缝上。等你见过水晶棺里那个人之后再说。我爷爷可他回来了，今天让他先去见一面，等了这么久，不差这一夜。你说对吧，小叶？长恒，审判石下面的裂痕，你去看过吗？去过，封印还在，但比上次审判时又宽了1指。师傅，那道裂痕如果彻底裂开，3界会被卷进去多少？全部。光明面与黑暗面剥离时留下的裂痕，是整个3界最根本的封印。它裂开，3界就会回到混沌。万年前我剥离自己的时候，没想到会留下这道裂痕，等发现已经来不及了。我把令牌交给苍毛镇压在上面，现在令牌碎了，裂痕在扩大，黑暗面每靠近1分，裂痕就宽1分。万年前我剥离自己的时候，没想到会留下这道裂痕，等发现已经来不及了。我把令牌交给苍魔镇压在上面，现在令牌碎了，然后再扩大，
黑暗面每靠近一分，裂痕就宽一分。本座魔系里封着你的记忆，万年前撕下来封住裂缝的那段，你要回去，现在就可以。你不怕我还了记忆之后，黑暗面借这段记忆反噬我，到时候站在你面前的就不是光明面了，是完整的我被黑暗面主导的我。你撕下来封了1万年，现在要还，我来还。收尾式加戒指共鸣加神纹加固，3重封印护住他的神识。1万年前在诛仙台上，本座没能接住你，这次你站在这里，本座不会让你再碎一次。这次我不碎，这次我帮你把记忆拿回来，完整的。小叶，我数3下，1、2、3。1万年了，那段记忆一直在本座魔根里疼，现在它不疼了。本座封在裂缝里的记忆，是你站在神藤废墟前，看着9尾白狐走进水晶棺，你伸手想拉住他，戒指在你手指上，你扯下来塞进他手里。那一刻，你最痛的不是他要沉睡，是你亲手造了困住他的封印。那段记忆里，你一直在哭。那段记忆是我最痛的一段，也是最珍贵的一段。谢谢你替我保存了1万年，现在他回来了，完整的。你也是，在地宫里守了1300年，画完了所有收尾式，才想起来问自己疼不疼。以前疼，现在不疼了。母亲每次摸戒指的时候都会笑，现在我知道她在笑什么了。她是在等着戒指另一边的人回来。你送了我母亲1枚戒指，她带着它守了13000年。我姐姐也有1枚，我也有我的符纸。你的那份，这个给你，不是戒指，但也是封魔咒，和戒指上的符文同源。嘿，以后你不在深渊底部了，不用再隔着封印听他的心跳，你可以直接感受到他。谢谢你，13000年前我送了他1枚戒指，现在他的小女儿送我1道符，你们的家族还了我13000岁的孤独。记忆还了，下一步加固裂痕。本座和沈妍妍陪你去审判室，在那之前先去神祠。我想在裂痕加固之前，让他知道让我回来了。阿妖，如果裂痕加固之后黑暗面反噬我，至少他见过我清醒的样子。狐妖，今晚神祠地宫你也来，你母亲等了这么久，该见见你们了。封印我替你看着，去吧。好，1300年了，母亲，我来了。13000年了，我送他戒指的时候，他刚学会化形，连虎耳都收不回去。现在他躺在水晶棺里，2个女儿站在我身边，不是一句谢谢能还的。我欠他的，欠你们的，不是回应，是苏醒。我回来了，戒指我看到了，你得带着，带着它。女儿们我见到了，她们长得像你，小的那个笑起来和你一模一样。他们把话都说完了，我们没什么好说的。有，裂痕加固之后，本座有话跟你说。母亲，我们要去封裂痕了，等裂痕封好，我们再来看你。3张，各画3道安神符。审判石下面的裂痕不比银杏树下的碎片，那是剥离光明面时留下的旧伤。加固封印的时候，你的魔核可能会被裂痕里的黑暗面感应到。他感应到本座，本座也能感应到他，互不相欠。进来吧，这庙虽然破，但比深渊底部暖和。小七，给客人倒碗水。给你，这是姐姐昨从石桥下挑的水，很甜的。3张。谢谢。12000年没喝过凡间的水了，和记忆里一样，很甜。一张贴裂痕正面，一张贴背面，一张备用，每张加了3层收尾式，隔音效果比普通板强。黑暗天试图共鸣时，这3张符能把它隔开。裂痕下面是你另一半，本座的魔技能感应到它。
加固封印时，魔气和神力共振，共振越强，封印越稳。共振越强，黑暗面越容易被惊醒。你在冒险。本座习惯冒险。我去天界传送大殿等你们。裂痕在审判石下面，传送大殿离得最近。狐妖，你留下陪小七，黑暗面可能会通过戒指感应到你。天亮之前回来。天亮之后，张大爷的包子该出笼了。天亮之前，裂痕封好，包子还是热的。10000年了，上次坐在这块石板上，我刚被消了神格。这次坐在这块石板上，等着帮别人补裂痕，业务范围扩大了。大哥哥，裂痕封好了就回来。姐姐说天亮之前，张大爷的包子该出笼了。裂痕加固的时候，戒指如果和黑暗面产生共鸣，我会立刻切断感应，不用担心这个。封印了，戒指共鸣不会断。备用的。如果裂痕下面的黑暗势试图通过魔核感应你，这张符会先烧起来，符烧起来你就退后，让我来。你神格碎了，封魔咒还在，不能再烧一次。收尾式本身就能封住大部分裂痕。走吧，审判石在等。12000年前，我就是在这道裂痕上剥离了自己，光明面留在天界，黑暗面扔进深渊。现在他在下面，他在等我回去。他知道我今天来封裂痕，他在笑。小叶，现在魔核和神力同时激活，用共振封住裂痕。你回来了，还带了帮手。你以为封住裂痕就能封住我？我在深渊底部等了12000年，等的不是被你封印，等你带他们下来。神女阿欣，你的收尾式画得很好，但你封不住我，因为你画符的时候也在流血。神格碎了，血还是神的，他欠我的，你来还。裂痕封住了，黑暗面刚才那些话，他在拖延时间，不需要审判。他趁机从身世挤出来，不是趁机，他知道裂痕愈合后再也不能从这道缝隙看外面。他要借最后一息说出憋了12000年的话。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深渊底部很冷，他一个人在下面很孤独。他恨的不是你们，是我，是我把他扔下去的。痕封住了，那块缺了角的石板还在传送大殿，每次来天界都能看到它。10000年了，该换新的了。不换，留着。你碎的，本座记得。裂痕封住了，接下来黑暗面会安静一段时间，但他最后说的话每一句都是真的。他一个人在下面很冷很孤独，下次再见到他，我不会再把他一个人留在下面，我会找到办法让他回家。最后一笔的弧度比你母亲戒指上的符文还标准。姐姐，裂痕封住，母亲什么时候能醒过来？等她自己完整的那一天，光明面接受黑暗面，黑暗面愿意回家，你母亲就会醒过来。她等了13000年，不差这几天。裂痕封了，记忆还了，天亮了，包子出笼了。今天放假不开摊，让张大爷少赚1天铜钱。不开汤，去谢府。狐妖守了一夜，让他回去休息。神赐封印稳了，你母亲不会再被感应到。10000年了，那段记忆一直在本座魔核里疼。你们说我伪造符咒，这道收尾式是天界自己弄丢的。1300年前的灭族令是老夫签的字。欠债还钱！你炸掉了我的棺材和封口费，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欠债打工人。姐姐，你看，收尾式我画完整了。碎本座的魔核可以，但有一个条件，先回答他的问题。1300年前，
灭族令是谁下的？阿音，真的是你？别怕，有我在。阿音，朕找了你1万年。住手！阿音，你住手啊！我不要当什么神，我只要你！叶无咎朕输了，朕守了他万年，却不及你陪他在凡间当打工人的1个月。带他走吧，如果还来得及的话。我不许你死！你还欠我终生养老的工资！阿音，不管是100年、1000年还是万年，我都会在人潮拥挤的集市里等你回来喊我的名字。算卦啦，算卦啦，不准不要钱，长得帅的倒贴5文钱。不止500两，本座把自己赔给你，够不够？包子出笼！包子还是本座买。包子出笼，沈姑娘，今天最大的那个还是给你的打工人。今天包子不要钱，说天兵天将走了，今天算他